大 A 跳一跳够着了4000点之后，真正的风险是什么呢？今天聊一下这个已经明牌了的剧本到底后面要怎么唱下去。我在7月的时候就给出了年底会够到 4K 的判断，结果呢还是保守了啊，终于是在各方对手的衬托之下，以破竹之势捅穿了那层窗户纸。然后呢，汪汪队就迅速接管了节奏，稳住了新灯的阵地，然后把老灯票拎出来继续当刹车片。首先呢，我很好奇啊，大摩什么时候会改口自己关于本轮 A 股是水牛的判断？我要是没记错，上周的研报啊还是在喊基本面不支持。我上周2篇关于如何看待大 A 的基本面的节目，欢迎大家回去看一看，以便逻辑通畅的进入本期的分析。其实从去年924的那一波市场走强到现在啊，从统计的数据上来看，已经普遍为投资者带来了正向的回报。而这个统计的正回报其实也是建立在很多由于看不清楚局势，结果把自己玩飞了的做波段的业余选手的贡献的基础上的。如果你就是其中一员，你先别郁闷，今天咱们就分析一下要怎么样重建方法论的基础。其实呢，不只是仲裁文说的经济上有温差，金融市场上的温差呀更显著。一直到现在，其实依然有2种声音。一方面呢，存款搬家呀、净值化理财呀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财联社20天前的新闻标题就是每6个国人就有1个是股民，可见资金涌入市场的规模确实是在扩大。大家现在在用脚投票，市场到底赚没赚？但另一方面呢，确实就有很多人通过对金融市场获取收益这件事情，或现身说法的不认可，或敬而远之的心存质疑。这些人呢也很好理解，因为曾经吃过 A 股的亏，加上当下变局看不懂的焦虑，内心深处啊就觉得把财富寄托给咱家的金融市场就好像不是那么靠谱。通过我对留言区的观察啊，这类人啊还可以分成2派。一派呢是压根儿就不认同 A 股向好的趋势，喊什么水牛啊、疯牛啊、神经牛的都有。这类人大多啊在生活中就是仲裁文里说的感受到温差的那个部分。我国经济承压的力道层层传导到他们身上，他们感受到的就是经济的压力，物价在往下走，房价也在跌，身边的商铺变得萧索，身边的朋友同事裁员普遍，种种叠加在一起。这一部分人对于经济的体感，他就是悲观的，是感受不到官方数据向好的这种温度的。所以呢，这些人对金融市场要么敬而远之，要么倾向于认同大摩的观点，就是 A 没有基本面的支撑，觉得脱离了经济基础而繁荣发展的股市只是个空中楼阁，于是呢就会经常性的恐高，习惯性的卖飞。而另一派呢，虽然认同 A 股向好的趋势，但是基于自己丰富的在大 A 曾经当弄潮儿的经验，常常想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玩个波段，结果被大 A 玩的是慌慌张张连滚带爬。这派人呢其实就是习惯了大 A 长熊短牛的历史，于是呢基于自身过去总结出的 A 的经验，认为呢胜利的关键在于要及时抽身。这里我没有任何嘲讽的意思啊，我非常理解，因为曾经 A 的牛就是又疯又短。因为无论是06年到07年，还是14年到15年，亦或是20年到21年，基本上都是快牛之后立即回撤。人嘛，永远是基于自己的历史来做判断的，历史唯物论的客观性无处不在。曾经的大 A， 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参与的投资者，其实都是非常不成熟的。要知道，美股已经存在了快200年了，日股存在了快150年了，就连韩股都存在了70多年了。金融市场和参与者也是需要实践和总结来构建自己的历史，进而逐步成熟的。因此，至今才35岁的大 A 可以说是已经飞速的在快速的早熟了。尤其是在之前，我国在币元上其实完全受制于美元，金融定价权根本就不完整的情况下，于是一个年幼的市场和一群刚接触市场的参与者叠加，必然呈现的就是群体非理性的运动的状态，就是一把掌完拉倒，快进快出，一锤子买卖的这个状态。于是这种不成熟的市场里的不成熟的参与者，也就决定了在金融学界和金融实践中都完全被证伪的择时，反而在我们这儿成了一种显学，被这一派的弄潮儿奉若圭臬。那指挥大家去择时的大师，顺便再建个标的，就成了备受追捧的红人。而大师要是真的那么准确的可以判断时机和标的，为什么不自己上杠杆，也像特朗普那样9个月资产翻3倍呢？为什么那么好心告诉你呢？大师真正的标的不是推荐给你的那个，你就是他的标的。其实之所以弄潮儿这一派呀，信奉大师，追求查理芒格所反对的那个 master 以及 secret stock whisper，
真正的心理动机是因为他不相信有长牛有慢牛，于是唯恐自己买在了高位。我很理解这一派的心态，所以从我的作品到我的内部课程，我都在努力的做祛魅，并且试图提供一个更扎实的理论框架，用来指导大家理解现在的新情况。那我也相信呢，无论是上面的哪一派，其实也都感受到了今年的 A 确实是有点不一样了。他未必敢相信，但他至少一定发现了 A 现在的走势一直跟自己预料的不一样。无论是新增的强势还是回调的时机，就算不承认 A 的牛是否真实，至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认识框架肯定是背离了现实情况的。第一派的那种牛市没有基本面的支持者发现 A 的实际情况确实是真金白银的在变好了。上证指数创下了10年来的新高，总市值超过了100万亿人民币。而持第二类观点笃信水牛快牛的这一波呢，发现长熊短牛并没有出现， A 股一路上涨还呈现出了波动率很低的特点。而上面为了保证这低波动率的操作，又玩惨了另一批人，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啊。总之，尽管目前的牛中间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整体波动率相比过去几年是大幅降低了。虽然啊，降低波动率的方式简直就是戳着弄潮儿派的心里软肋的方式做的，但是不可否认，波动率它确实降低了。而低波动率和不断提高的正收益率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市场上，都只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增加对场外的资金的吸引力，就是大家看到的存款搬家的现象，以及每6个国民就有1个股民的客观结果。实际上，以上2种观点的人啊，都犯了一个刻舟求剑的错误。基本面分析本身就是包括政治环境的变化的，而现在政治环境的变量成为了权重前所未有大的变量。曾经的经验实际上只是用来处理美国为世界的政治中心，美国的金融机构把控着我国的市场定价权阶段的问题的。而现在就是再不相信大 A 好起来的人，至少也会相信变强了我的国吧。那国力不同了，市场又怎么会相同呢？即使退回到金融学术探讨的层面，全球任何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表象上看，虽然都是由无数投资者交易和博弈所决定的，但从根本上看，则是整体社会的流动性与企业资产互动的结果。而流动性随着美联储降息和我国的结汇额度变大在变好，资产稳定回报目前靠控盘，而接下来靠的其实就是国有三资的改革。流动性与资产之间的互动良性与否，才是根本性的决定了金融市场是否能呈现出健康的牛的局面。可以说，只有慢牛才是真正的牛。资产的稳定回报与流动性的持续流入互相促进，缺一不可。否则，要么资产缺少稳定持续的回报，要么流动性快进快出，反复乱窜。前者的具体表现就是没有牛市，后者的表现就是水牛和快牛。而如果理解了牛的真正基本面在流动性和稳定回报这2方面，那么对于择时和荐股就有了基本的抵抗力。那我们的流动性在哪儿呢？全都靠美联储降息吗？美联储到底卡在哪儿了不降息呢？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对策？以及为什么撬动 A 股公司的稳定回报的杠杆的另一端是国有三资改革呢？今天比较晚了，我写不完了，我就放在明天中午12点的直播里跟各位继续拆解这个逻辑，重新构建一个新框架。请大家点击左下角的预约，直播的时候会有提醒，我们明天见。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